山洞裡，老道人进入辟谷模式。他已經做了3年，不是那種每天做3小時的3年，是沒離開過石板的3年。苔蘚從他膝蓋爬到大腿，蜘蛛在耳垂結網，鳥在他頭頂築巢。他沒動過，不是不動，是沒有動的必要。3年來，他沒說過一句話，不是禁語，是沒人可說。最近的村落在3座山之外，最近的獵戶也在去年繞了道。他的聲音留在喉嚨裡，像藏在抽屜底部的舊信，沒人拆，沒人讀，連他自己都快忘了寫過什麼。第4年的某個清晨，如果山洞裡有所謂清晨的話，他入定了，不是睡着，是身體還在，但他不在了。像一件掛在牆上的衣服，衣服還在，但穿衣服的人出門散步了。然後天空開始散花，不是花瓣，是整朵整朵的曇花、蓮花、山茶、梅花、桂花、玉蘭花，40的花同時落下，落在他頭頂、肩膀、膝蓋以及那只築巢的鳥身上。鳥嚇了一跳，飛走了。空中有一個聲音，沒有來處，沒有方向，像從石壁滲出來的水。因為你善說無為法，故與花讚嘆。老道人沒有睜眼，但他的眉毛動了一下，那是3年來他臉上第一個有意識的動作。我靜坐於此，一字未說。他的聲音像乾裂的河床，太久沒用，每個字都要推很久才出來。何來說法？空中沉默，花繼續落。一朵白色的糖花掉在他的手掌心，沒有彈開，像本來就長在那裡。聲音又來了，這一次更輕，像一個人在隔壁房間嘆氣。你不說而說，我不聽而聽，善緣也，妙哉，善哉。老道人終於睜開眼睛，他低頭看着掌心的曇花，花是透明的，不是白色，是像玻璃一樣的透明。花瓣裡有一條河流在流動，河裡有魚，魚的鱗片閃着他沒見過的彩光。他把花舉到耳邊，花在說話，不是語言，是一個聲音在念一串他沒學過，卻每一個字都聽得懂的經文。經文念完，花合起來，變成一顆種子，滾進他掌紋的深溝裡。你聽到了，空中的聲音說，聽到了，那是你3年來沒說的話。我沒說過那些話，你沒說，但他們在。每一句你沒說的話，都比說出口的更重。說出口的話會飛走，沒說的話會沉到骨頭裡。你沉了3年，骨頭開花了。老道人把種子放進嘴裡，吞下去，不是衝動，是他忽然明白，那顆種子本來就是他的，他只是把它找回來。現在呢？他問。空中的聲音笑了，不是嘲笑，是那種你終於問對了的笑。現在你可以繼續做，或者站起來，或者躺下，或者跳舞，或者忘記什麼是坐、站、躺、跳舞。花已經散了，種子已經種了。你要做的不是說法，是當那個法。聲音消失，花也消失，不是掉在地上腐爛的那種消失，是像雪落在湖面上，碰到的瞬間就不見了。但湖水知道雪來過。老道人低頭，掌心的種子不見了，但掌紋變了。以前他的生命線、智慧線、感情線3條分明，像3條平行的河流。現在它們交織成一個圖案，
一朵花的形狀。他閉上眼睛，不是入定，是睡覺，很普通的，很人間的，像一個走了很遠的路的人終於躺下來的睡覺。沒有禪相，沒有光，沒有聲音，只有呼吸，只有身體底下那塊被他的體溫捂熱了3年的石板。石板上長出一株芽，不是花，是草，普通的，路邊到處都看得到，連名字都沒有的草。風從洞口吹進來，草搖了2下，老道人睡着了，嘴角有一點點上揚，那不是悟道者的微笑，是一個夢見自己小時候在田埂上追蜻蜓的老人，追到了又放手的那種笑。山洞外，最後一朵花落在地上，沒有人撿，但花沒有枯萎。後來獵人經過山洞，看見老道人坐在洞口睡太陽，不是打坐，是睡太陽，像一隻貓。獵人問：您還在修行嗎？老道人說：什麼是修行？獵人說：就是打坐、念經、不說話那些。你可以教我嗎？老道人想了想，從地上拔起那株草，遞給獵人。你拿着它走3天3夜，不要說話，不要想我在修行。走完回來告訴我，草有沒有長高。獵人接過草，走了。3天後他回來，草已經枯了。他沮喪地說：草死了。老道人笑了，那是獵人第一次看見他笑。草本來就會死，但你走這3天，有沒有聽見什麼？獵人愣住，他想了想，他聽見風穿過竹林的聲音，聽見溪水蓋過石頭的聲音，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，聽見一隻鳥在叫另一隻鳥的名字。我聽見了很多。獵人說：那些聲音以前也在嗎？在。那你為什麼以前沒聽見？獵人張嘴，沒有答案。老道人站起來，他的膝蓋咔咔響，坐了3年，骨頭還沒習慣站立。去吧，草死了，但你聽到了，那不叫修行，那叫活着。獵人走後，老道人回到洞裡，石板上那株草的位置長出一朵很小的白色的花，不是曇花，不是蓮花，是路邊那種連名字都沒有的，開了也沒人會停下來看的野花。它沒有說法，花沒有讚嘆。風吹過的時候，花和風都沒有否認這件事發生過。